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年过半百，身边不再有亲人依靠时，你会选择孤独坚强，还是甘愿低头求一点点温情一个？是啊，人失去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才能支撑他活下去？我叫沈秋霞，今年52岁，15年前一场车祸带走了我丈夫和独生女的生命，我受了重伤，住院1个多月才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那年我38岁，还不算老却，一夜之间成了孤身一人。我父母劝我再婚，说一个女人这辈子总得有个依靠，但我知道那样的婚姻不是归宿，只是另一种委屈。这个年纪再嫁，多半是给别人做后妈，帮别人带孩子，付出真心不一定换来感恩，反而容易落得个多事儿的下场。我不愿那样活，我这人天生倔强，一旦决定了什么，就会拼尽全力去坚持。我告诉自己要靠自己活得好，不靠任何人。于是我用尽全力投入工作，开了一家生活便利超市，从清晨5点忙到深夜11点，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我把店铺从租赁变成了自己的物业，算是在城市扎了根。我住在西城区的一套老房子里，那是我和丈夫还在时一起买的，虽说老旧，但承载着我和他们的全部回忆。我实在舍不得搬。3年前我用攒下的钱又在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别人都说那边升值快，我想着与其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投资一套房，还可以出租贴补家用。除了超市，我还做代购，帮人买南方干货和家庭用品。邻居王怡常劝我，秋霞啊，你还年轻，再找个人一起过日子不好吗？我只是笑笑，从不回应。但我不是没想过老年，我看过太多新闻，养老院里的老人如果没有子女探望，是常常遭人冷落，甚至欺负。我心里怕将来没人看我，没人替我说话，那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是我最恐惧的。我有一个侄子叫沈子瑜，是我哥哥沈建国的儿子，他从小乖巧懂事，是我最放不下的孩子。女儿走后，我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她身上，无论是她上学买书交学费，还是平日的衣食住行，我都一手包办。她考上大学时，学费是我出的，生活费也是我填补的。后来她工作了，在城东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说通勤太远，想买辆车，我毫不犹豫出了3万块帮她跑车。行谈价钱，最后买下了她人生第一辆车。有些人背后说我傻，说我一个没有儿女的女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侄子身上不值，但我不在意。我一直都想着哪怕我进了养老院，他能记得我，偶尔来看看，陪我聊聊天也就值了。但我并不盲目，我买的那套新房从来没有过户，房本上还是我自己名字。我心里清楚人情可以给财产，必须留底线。我把那套房子出租了几年，也没让他们插手，打算等他结婚时再送出去。那年秋天，他恋爱稳定，说准备结婚，我听了心里高兴，主动表示那套朝阳的新房装修一下就当做他的新婚礼物。我自己跑建材市场选家具，刷墙铺地板装，窗帘都是我一手操办。邻居们都说秋霞，你对这孩子可真是没话说。是啊，我是真的心甘情愿，只要他能幸福，我做什么都愿意。那套位于朝阳区的新房总共120多平米，2室2厅，南北通透。虽然不是学区房，但周边配套齐全，离地铁口也很近。我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算合理，如今房价翻了1倍。不只有人劝我别送人，说放着升值多好，可我心想，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能用它换来子瑜的安稳与感恩，也不算亏。我开始重新打理那套房子，亲自去挑家具，装灯铺地毯，甚至连厨房的小挂钩、浴室的置物架都是我一个个钉上去的。邻里王姨看我一天跑东跑西的，就说，秋霞啊，你这是真心拿他当儿子了。我笑笑没说话，心里却有些酸涩。是啊，我真当他是儿子，甚至可能比一些亲生母亲还要用心。有一次我拖着2个大纸箱家具回家的时候，电梯刚好坏了，我一个人慢慢爬上5楼，搬得满头大汗，腿都在发抖。子瑜知道后发了个辛苦姑姑了的表情包，然后就没下文了。我当时觉得心里空了一下，但也没多想，还自己劝自己，他忙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他带女朋友来新房参观时，我特意做了红烧狮子头和冬瓜排骨汤，那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我还烧了几个女孩子喜欢的甜品，想着第一次见面的留下好印象。女孩子长得漂亮，穿着讲究，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加职场腔，笑容得体，但眼神疏离我热情地介绍每一间房的设计思路。
还说厨房我特地换成开放式，为了方便他们将来煮饭聊天。他客气地应着，却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最后淡淡地说，装修风格有点像以前的样板房，不过挺干净的。我听完一愣，但还是笑着点头。饭后他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子瑜则去阳台打电话。我主动倒了杯热茶递给他，他只看了一眼说，阿姨这杯子上好像有点水。我赶紧接过擦干净，又换了一个新的。他没再说什么，但我心里隐隐有些不舒服。晚上我收拾餐具时，听到他和子瑜在门口小声说话，你姑姑人是挺好，说就是有点太热情了。我站在厨房里，手里还拿着湿毛巾，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满腔的热忱对他来说只是某种多余。后来我开始思考，这套房子送出去之后，我和他们之间还能剩下什么？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连来看我的时间都没有？但想到这些年我对子瑜的付出，我又舍不得放手着。不是金钱的问题，是情感，是我把一部分自己放进了这个家的骨架里。事情发生在9月初那天，我接到了装修队李师傅的电话，说阳台的玻璃门装的不太牢，要不要重新换一套？我没多想就点头答应了。他说，沈姐，你这算是婚房管家了，活干的比我们还细。我笑了笑，房子是我一个人给的，当然要尽心点。李师傅顿了顿，你人是真好，但有时候别太把人情当回事。这句话我记在了心里。除此之外还有个插曲，一次我在旧家门口遇到一个陌生女孩，她说是住在对门的租户，问我是不是在朝阳区也有一套房子。我惊讶地问她怎么知道，她笑着说，上次听你家侄子打电话说的，说房东是他姑姑，马上结婚搬进去，挺厉害的。我笑着应付过去，心却凉了半截。子瑜在外面已经把房子当成自己的了，那时候我还没正式说出赠送2字，合同手续都还没动，我不敢想象他是否已经默认了这份馈赠。那天晚上我回到旧家，坐在床边，一直看着墙上的全家福照片上，我抱着3岁的小女儿，丈夫站在一旁，眼神温和而如今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勉强维系着某种家的形状。我做的是不是太多了？我轻声问自己，可转念又想，我不图回报，只希望有人记得我，哪怕老了住进养老院，有个晚辈愿意在节假日陪我吃顿饭，说一句中秋快乐也好。我把思绪按了下去，继续为他们筹划婚礼事宜。我甚至打算为子瑜包一个2万元的大红。包那是我1年的积蓄，但我心甘情愿。我以为只要我再坚持一下，再用心一些，就可以换来我想要的那份亲情。我甚至连婚礼当天要穿的衣服都提前买好了，是件藏蓝色的丝绒旗袍，胸口绣着暗金的牡丹，端庄又大气。我在镜子前试穿好几次，想象着在婚礼上微笑着为子瑜送上祝福的样子。可是我有想到这一切美好的准备都会在一个电话里被彻底粉碎。婚礼前1周，我几乎天天都在忙活。虽然我不是新娘，也不是父母，但我自觉是半个主家。我请聊几天假跑，婚庆公司选喜糖订鲜花。我想着新房我给了，总得搭把手，把这场婚礼也办圆满了。我甚至悄悄联系了摄影师，说我想给子瑜拍一组成长回顾的相册，从他小时候到大学毕业，再到工作第1天，我找出以前的旧相册，一张张翻找，看到他10岁时穿着白衬衣站在阳光下笑得那么灿烂，我眼眶都湿了。那是我亲手给他买的衬衫，也是我带他去拍的照片。可谁能想到，在这场热切筹备中，一通电话将我彻底从这场幸福剧本中剔除。婚礼前1天，晚上天刚擦黑，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吴美莲，我以为她是来提醒我明天几点集合，结果刚接起电话，她开口就是秋霞啊，明天子瑜婚礼你就别参加了。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嫂你说什么？她语气竟有些理所当然，你这个人不是我说，你命里太硬了，克夫克子，你老公你女儿都没了，我是真的不想你把晦气带到我儿子的婚礼上，你别怪我，思想传统，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总得多为孩子想一想。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手握着手机直接发白电话，那头却还在继续。不过你放心，晚上我们家里还有个家宴，到时候你把红包带过来就行了，咱们一家人礼数不能少。那一刻我仿佛从云端跌入深渊，我原以为自己是
这些年为他们付出那么多，至少能换来一张婚礼的座位，可现实告诉我，不管你怎么掏心掏肺，终究不是自己家生的，就永远不属于他们。我咬着牙忍住，眼泪平静地说：“好，明天我不会去，你放心。”然后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屋子里一片寂静，藏蓝色的旗袍挂在衣架上，刚刚熨烫过，还残留着香薰的味道。那是我在王府井百货挑了3次才买下的。原以为明天可以穿着它站在宾客之间，体面又真诚地为子瑜送上祝福，可现在这一切成了笑话。我缓缓起身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把旗袍折好，装进盒子，收进最底层。我对自己说，沈秋霞不必再卑微了。那一夜，我整夜未眠，脑海中反复回荡的是嫂那句你命硬会克到我儿子，那是我心底最深的伤疤，被他轻而易举地撕裂开来。他知道我的痛处，却偏偏拿他来刺我。这不是传统，是恶毒，是羞辱。凌晨3点，我突然想起还有亲戚建了一个婚礼筹备群，我拿起手机点进去，竟发现自己已经被移出群聊，连最后一丝象征性的参与感也被剥夺了。我不死。新拨通了哥哥的电话，想问清楚，你也同意不让我去吗？电话响了5声，他挂了，我又打1次，这次直接被拒接。我明白了，一家人早就达成共识，只差告诉我一声罢了。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刷牙、洗脸、换衣，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给自己冲了杯黑咖啡，没有加糖，我不需要，甜现实已经够苦。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阳光，那是个晴朗的日子，适合结婚。我默默地祝福子瑜，但愿你的一生幸福。哪怕没有姑姑在场。中午我去了超市帮工一个常来的顾客王阿姨，见我没去婚礼，惊讶地问秋霞，今天不是你侄子结婚吗？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淡淡笑着，我临时身体不舒服，怕影响他们就不去了。他听了摇头，你对他真是没得说。我没回答，只是笑。下午我独自去了东郊的那座墓园，那里埋着我丈夫和女儿。每当遇到无法言说的委屈时，我总是来这坐一坐，仿佛他们仍然陪在我身边。我坐在墓碑前，轻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再那么傻了。阳光斜洒在墓碑上，落叶轻轻飘下，我突然觉得那个曾经愿意为亲情低头的自己已经死去了。剩下的沈秋霞只为自己活。回到家已经快傍晚，我把包放下，泡了杯菊花茶，坐在窗边。窗外秋风微凉，树叶被卷得瑟瑟作响。我突然想翻过去的账本，那些年我为子瑜做过的一切，像是一本未曾结尾的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开第1页，是子瑜考上大学那年我记下的学杂费明细学费5600，住宿费1200，生活费每月2400，年总计10多万。那时大哥和大嫂每个月只给1500块，说日子紧巴巴。我咬咬牙，添了差不多2倍，只为了他能吃好点穿暖点。我记得他大2那年生病，凌晨3点给我打电话说在宿舍发高烧，我连夜打车去学校把他送进医院，守了一整夜。第二天还替他请了假，那时他靠着我的肩睡着了，嘴里还低声说，姑姑你别老一个人，等我挣钱了一定养你。后来他实习在城东，找到一家科技公司，但离家太远，他说早晚高峰挤地铁太辛苦。我心疼他，就主动提出，要不姑姑帮你出点钱买辆小车代步吧。他一开始推辞说负担不起，我就笑不用还，当姑姑送你的成人礼。我记得那辆白色小车是我跟车行砍价好几轮才买下的，总价15万，我出了10万。提车那天，我站在阳光底下看着他，笑得像个孩子。为那一刻，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是姑侄，而是母子也不为过。等他谈恋爱说女方要求要婚房要彩礼，我没犹豫，立刻把朝阳那套房收回来，重新装修，还给了他们8万块做彩礼，那是我全部积蓄的1大半。我本想着以后自己老了留点养老钱就够了，其他的给子瑜就是给自己买一个亲情保障。可现在想来，我是不是太天真了？那天晚上我又梦到了女儿，她穿着小时候那条碎花裙子站在我身边，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我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是啊，我披上衣服坐在床边，看着天色慢慢泛白，女儿已经不在了，但我始终把她留在心里。每当思念难耐，我就去墓园陪她坐一会儿。还记得那年清明，我在她墓
前低声许诺妈妈会继续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也许他以后能像你一样给妈妈一点温暖。我说的时候，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土里。可现在想来，我把爱给错了人。我努力为别人撑伞，到头来却被淋成了落汤鸡。隔天来超市买东西的老顾客刘阿姨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摇摇头，没说真话。她叹口气说，秋霞，你是个好人，但你太把情当回事了。这年头啊，谁心里都只装得下自己。他又补了一句，亲生儿女有时候都靠不住，更别说侄子。这话像一把刀子戳在我心口。我嘴上笑着，硬下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那天我回家后，打开衣橱，翻出一只红色的盒子，里面装着我准备给子瑜的婚礼红包。我原计划包2万块，那是我1年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我打开盒子，看着那一沓整整齐齐的钞票，手指有些颤抖。我开始想，我还有没有必要把这份心意交出去？晚上我翻开手机相册，里面全是子瑜从小到大的照片，有他吃蛋糕的，有他打球的，有他第一次拿奖状的我，一张张翻着像是在告别，翻到最后一张是前些天他来看房时我偷拍的，他站在客厅中央背对着我，姿态挺拔，他没看到我镜头里的眼神，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也是一种母亲般的柔软。我上手机长长的叹了口气，如果说这些年我对他的好是因为把他当成女儿的替身，那么现在我明白她不是我女儿，也不会是我后半生的依靠。她有她的新生活，而我只能是那个可有可无的姑姑。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走进朝阳那套房子，坐在空荡的客厅里，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照在地板上。房间干净整洁，沙发上还摆着我亲手缝的靠垫，厨房里挂着我挑的陶瓷玩具。我在这间屋子里放了太多心思，也放了太多感情。我轻轻对自己说，沈秋霞，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太渴望被需要。窗外传来几声鸽子拍翼的声音，我抬起头，忽然觉得轻松了些。我知道真正的转变从今天开始。第二天一早，我5点半就醒了，没设闹钟，眼睛却自然而然地睁开了，脑子里像有个声音在催促我。秋霞是时候为自己争口气了。我洗了脸，穿了件藏青色的外套，把朝阳新房的钥匙塞进包里，顺手还带上了房产证的复印件。8点整，我拨通了一家换锁公司的电话。1个小时后，我站在朝阳区那套精装修的新房门口，看着2个师傅熟练地拆下旧锁，换上了新的密码锁。沈姐，新密码您记好了，一会儿我们给您贴个备忘贴纸。好，谢谢。我点头，那一刻我的心前所未有的踏实。锁换完之后，我在客厅绕了一圈，把窗帘拉开，阳光洒在地板上，我突然觉得空气都清新了几分。这间曾经我倾注全部心意的房子，如今终于只属于我自己。中午我顺道去菜市场买了点菜，准备回家做顿简单的午饭。刚到家，手机就响了，是吴美莲电话。一接通，她就劈头盖脸的吼：“沈秋霞，你是不是疯了？你凭什么把我们婚房的锁换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被锁在门外多狼狈吗？”我慢条斯理地说：“我换我自己的房子锁需要向你请示吗？”她愣了一下，然后怒声提高：“了八度什么？你的房子你不是说了要送给子瑜的吗？你现在反悔是什么意思？太小气了吧！”我冷笑一声，我说了送，但我没过户，房子还是我的，我自然有权决定怎么处理。她在电话那头气得大叫：“你真是个自私又冷血的女人！我们一家人都把你当亲人，你现在就为了点面子翻脸亲人！”我打断她：“你在婚礼前夜告诉我克夫克子，不让我出现，这就是你对亲人的定义。你说的轻巧，可你知道你那句话有多伤人吗？”他沉默了一下，语气稍微放软了一点。我那也是无奈啊，秋霞，谁不怕晦气？你都50多岁了，怎么还跟个小姑娘一样爱计较？我50多岁了，所以更不能再委屈自己。我说完这句，直接挂断了电话。下午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热茶，翻着手机，没想到朋友圈炸开了锅。原来吴美莲在她的微信发了一条动态好心当成驴肝肺给脸，不要脸，一家人的好意被当成算计，愿某些人早点认清现实，别再自作多情。配图是一张子瑜站在朝阳小区门口，满脸尴尬的照片。评论区里各种风言风语，这年头亲戚之间最难处。听说房子本来要送，现在反悔了，有钱就了不起啊，把孩子婚房当儿戏。我看着这些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又一下。我没有回嘴，也没有发声明，我知道
姐是永远追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我不是没准备。傍晚时分，我把之前房子购入登记未过户的相关资料都扫描进手机，又联系了小区的保安，让他们记录。说今天换锁情况，我还打了个电话给邻居张叔，让他做个见证人。张叔是位退休老工人，住在我新房的楼上，他看着我装修、搬家、打理房子的全过程，知道这房子完全是我一手准备的。他爽快地答应秋霞，你放心，到时候我可以出面证明房子是你的，换锁是你自己的。决定晚上9点多，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一接通是个男生。您好，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民警，今天下午有居民报警称自家婚房锁被人更换，您是否知情？我把事情经过简要的陈述一遍，并表示愿意提供所有材料。民警听完语气也缓和了许多。好的，沈女士，如果您有房产证和装修出资证明，我们会按程序处理。我一边说话一边把材料发给他，说心里忽然有种从未有过的坚定感。挂完电话后，我看着窗外夜色中的万家灯火，忽然想哭，但不是委屈，是一种解脱。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只要站在理上，哪怕全世界都误会你也不怕。我拿起手机点进那个婚礼筹备群，发现自己早就被移除。我冷笑一声，随手关掉了手机。我不需要这些表面功夫的亲情，真正的亲情不会在婚礼前把你踢出局，也不会在网络上羞辱你。我做了一碗热汤面，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吃下。这顿饭比我在子瑜家吃过的所有饭菜都踏实。我对自己说，从今往后沈秋霞不为谁活，只为自己。第二天上午10点，我刚把收银台理好，准备去仓库查库存，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是邻居张叔打来的。秋霞，你快来看看，你那新房出事了。我心里一紧，赶紧问，怎么了？你大嫂找了个开锁公司，把你昨天换的锁又给撬了，说他儿子的婚房不让人住，太过分，现在闹得小区都知道了。张叔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愤怒，我顿时火冒三丈。昨天我已经说得够清楚，房子是我的，没有过户，凭什么他还敢这样蛮横的闯入？我二话不说，马上拨打110报警电话。那头的接警员语气平稳，您好，沈女士，如果对方未经您允许进入私人住宅，属于非法入室，我们会立即派人前往处理。我赶到现场时，2个民警已经到了小区，保安也在劝吴美莲冷静，但她站在门口手叉腰，气焰嚣张。这是我儿子的婚房，我们住进来天经地说，依他昨天答应送给我儿子的，现在反悔就换锁，这算什么？民警看着他，请问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我赶紧从包里拿出复印件，警察同志，房子产权在我名下，他不是房主，他擅自破门而入，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一旁的张叔也站出来作证，我可以作证，这房子从头到尾都是沈女士一个人打理的，她亲自装修，亲自付的钱。之前他说送给侄子，但只是口头承诺，从未办理任何手续。民警点头记录后对吴美莲说，根据目前情况，您属于非法入室，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做笔录。你敢报警抓我？吴美莲一时反应不过来，瞪大眼睛看着我，沈秋霞，你还是不是人？你居然把我送进派出所，我们是一家人啊！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被带走时还在回头大喊，你要把我们一家逼到哪一步你才满意？人群逐渐散去，周围邻居看着我，有的同情，有的好奇。我深吸一口气，觉得整个人如释重负。可我还没回到旧家，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爸沈志强。电话一接通，他就在那头劈头盖脸的骂沈秋霞，你还是我女儿吗？你居然报警把你嫂子抓走我们沈家，什么时候出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人？我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爸，是他先撬门进我的房子，你知道那房子是谁名下的吗？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证据，那是给子瑜的婚房，婚都结了，你这时候反悔脸都不要了是吧？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冷笑脸，那他们婚礼前把我赶出现场的时，是啊后有没有给我留脸？他哑口了几秒，又突然换了语气，秋霞爸，知道你委屈，但你不能这么做，人家亲戚朋友怎么看我们家？你让我们在族里怎么做人？这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光了。我简直要笑出声来。您终于说出重点了，不是为我，是为沈家的面子，是为你在宗族里的一张老脸。这时候我妈刘淑珍接过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秋霞，你这样做让我们怎么向外人解释你嫂子？在派出所别人都说我们沈家的人窝里斗，以后我们连族谱都没脸上了，那你问问大
嫂，他有没有想过我脸往哪搁，我情绪一点点升高？当初他说我命硬晦气婚礼不让我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为我说一句话？有没有人站出来帮我？现在我自保你们就说我没人情味。我妈低声道，我们是一家人，骨头打断还连着筋，何必要弄到这个地步呢？我笑了，声音里满是疲惫。那你们为什么可以赐财？我忽略，我就因为我是你们女儿，不会反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妈终于低声说，如果你不给这套房子，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了，以后你也说别再进你姥爷的门。我轻轻说，那挺好，我也正想说以后别再拿一家人来绑我。我果断挂断电话，把手机调成静音。晚上我照常去超市收账，做对账表，回家后泡了脚，敷了个面膜，看了半小时纪录片。我努力让自己冷静，让生活不被情绪淹没。朋友圈里继续有亲戚发酸话，有人说我太过计较，有人说一个女人太毒太狠。我没有回复，但我悄悄建了一个文档，把所有污蔑的截图都保存下来。明天我打算找律师咨询，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承受的女人，我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窗外夜色渐深，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霓虹闪烁，风吹过来，略带凉意，却不再刺骨。我轻声说，你们可以说我无情，但从今天开始，我只为我自己活。我约了社区法律援助站的律师，一个姓周的小姑娘，看起来27、8岁，眼神却很干练。我把房产资料、聊天记录、现场照片一一摆在她面前，他一边翻看一边点头。沈姐，你做得非常正确。第一，这套房子产权清晰，归您个人所有。第二，对方虽为亲属，但无权擅自进入您名下物业，您报警是合法的，完全不构成家务纠纷范畴，而是标准的民事侵权。我点点头，他们在朋友圈骂我，我也截图保存了。很好，建议您走2个方向并行，一是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对方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再次进入该房产；二是收集证据立案，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公开道歉，必要时可申请精神赔偿。我听完后如释重负。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自己并不孤单，原来我也可以用法律说话，不必总委曲求全。从法律援助中心出来，我顺道去了民政局领取了遗嘱登记咨询单工作。人员说，只要带上身份证和房产证，便可录制视频遗嘱，具有完整法律效力。我想得很清楚了，既然亲情可以被践踏，那我也没必要再做烂好人。当天晚上我在家写下了遗嘱草稿，本人沈秋霞，身份证号 XX 县，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城城小区的房产，在有生之年保留自用权，去世后无偿捐赠给本市养老服务中心，用于设立独居老人关爱基金，不留给任何亲属。写完这段，我手稳心冷落笔如刀。我不是以怨抱怨，而是从此不再期望。第二天清晨，我把主拍照发给了哥哥沈建国，过了不到10分钟，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秋霞，你真的要把房子捐出去？我语气平静。是的，房子是我买的，我有权决定它的归宿。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半晌，低声说，我知道之前大嫂做得太过分了，我也有错，你要生气可以冲我来子。于是无辜的他从小就喊你姑姑，你真舍得这样切断关系。喊我姑姑的时候是因为我能给他钱。我冷笑，当我没钱不给房子的时候，他还会来找我吗？我会让他给你道歉，咱们就当这是翻篇房子，还是留给他，将来他也会记得你的好。记得我不是做慈善的，我不需要谁记得我，我只想有尊严的过日子。这时门铃响了，我走过去，是张叔站在门口，他递给我是封手写信，说是小区里几个邻居联名写的，希望感谢我平时热心帮助大家，也支持我捍卫个人权益。他拍拍我肩膀，秋霞啊，我们都看着你一个人辛辛苦过来，谁敢说你不讲理？那是睁眼瞎。我接过信，眼圈一下子红了。这些年真正对我好的从来不是血缘，而是良心。晚上8点，我接到一个陌生号打来的视频电话，我犹豫片刻，接起，是我爸。他的脸在屏幕上显得憔悴，很多眼神中没有怒气，反倒是疲倦和哀求。秋霞，你妈病了1天不吃饭，躺在床上直哭，她声音低沉，她说想见你一面。我心里一动，过往的情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但我没有马上回答，我老了，真的管不了这些事了。她继续说，你要是实在不愿给
房子呢，咱们以后也不提了，但别把家闹成仇人好不好？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老了很多。那曾经威严的大男人，如今低头说软话，只为让家族体面不备。破爸，我轻声说，我不是要和你们为敌，我只是终于学会了保护我自己。他说不出话，只是重重叹了口气。你变了，是的，我变了。以前的沈秋霞把家看得比命还重，现在的沈秋霞先考虑自己能不能活得安心。那天晚上，我重新整理了家里的东西，把过去几年的收据、单据、照片全都归档存好，然后泡了一壶老白茶，坐在窗边回忆我这一生。我不是没有付出，但我的付出不再廉价。我要用余下的日子好好生活，不再为谁委屈谁讨好。时光悄悄进入冬季，北风呼啸而过，吹落了小区里最后几片银杏叶。我坐在老房子的阳台上，裹着厚厚的毛毯，手里捧着一杯热豆浆。窗外的景色一如往年，车来车往，天灰雾淡，人行。道上偶尔有孩子追逐嬉笑，只是我不再是那个总把眼睛望向别人，总怕被丢下的沈秋霞了。自从立下遗嘱后，我关掉了朋友圈，把手机上所有沈家的亲属拉黑。那天我删掉了子瑜的微信时，手指停顿了几秒，终究还是一划而过，没有犹豫，也没有怨我。知道我再也不想把心托付给任何人了。生活慢慢恢复平静，我仍经营着那家便利超市，每天照旧凌晨5点起床进货，晚上9点准时关门。比起热闹的人情往来，这样单调又清晰的节奏反而让我安心。店里多了几个年轻客户，是周边大学的学生，常来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第一次来就主动帮我搬了2箱矿泉水，笑着说，阿姨您一个人太辛苦了。我笑找回我一个人惯了，有时候还挺自在。他眨眨眼，那我们以后多来帮您热闹热闹。有一次小伙子问我，阿姨您怎么一个人生活，不会觉得孤单吗？我笑着摇头，人这一生最不可靠的就是指望别人再亲也不能代替你活，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光，哪怕一个人过日子也能过得明亮温暖。这话说的我自己都有些动容。有天小区组织公益活动，征集志愿者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我报名了，被分到一个小组，教几个70多岁的老人加微信扫码付款。最初他们很拘谨，后来熟了，还邀请我去他们的银发茶话会。于是我每周3下午会关半天店，去社区2楼会议室和一群白发老人喝茶聊天。有人讲自己年轻时下乡的故事，有人聊退休后如何养花种菜。我们互不探问家庭，却在分享彼此的现在中感到被理解。其中有个老太太姓赵，83岁，是小组里最幽默的。她常一边抿茶一边说，我活得越久越明白，一个里人活着不是为了别人看得起，而是自己过得起。我听了这话，像被雷劈中般一震。是啊，这才是我这52年来最应该学会的课。年末时，我收到了民政局传来的正式文件，我的遗嘱已经备案成功，一切就绪，像是给未来按下了一个备份键。除夕那晚，我没有像往年那样守着电话等姑姑新年好的短信，而是一个人煮了一锅汤圆看春晚，给自己倒了半杯红酒。窗外鞭炮声起，我打开阳台的门，让那些热烈的声音涌进来，却并不觉得喧嚣。我望着星光稀薄的夜空，轻声说，我终于只为自己活。后来有朋友建议我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我想了想，开了个公众号，名字就叫52岁的我。我写我如何从好姑姑变成硬气女人，写便利店里的小事，写孤独但自由的生活。没想到关注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很多中年女性留言说，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还有人说，你的勇敢让我看见希望。我从不觉得自己是榜样，只是一个太普通的女人。终于学会了不再讨好，不再隐忍，不再做那个被选择的人。阳春3月，樱花初绽，我在小区门口种下了一株粉白色的樱花苗，那是我去年生日时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我站在它面前拍了一张照片，配文写道，愿余生春暖花开，不欠不求，自在如风。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舅妈王翠和提着一箱方便面站在门口，笑盈盈地敲开了我家的门。她
进门目光就滴溜溜的在屋里转来转去，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打量那张刻薄的脸上挂着假笑，怎么看都叫人不舒服。我皱着眉头问：你们怎么来了？我一向和他不对付，今天突然上门准没好事，更何况新家地址我从没告诉过他们家的人，他肯定是从我妈那套出来的。刚才小区物业打电话来，我就隐约听到他在那头大声嚷嚷着王翠和，一边侧着身挤进屋里，三个小孙子也像脱了缰的野马般疯跑了进来。他们是我表哥家的孩子，大的8岁，老二6岁，小的才4岁，一进来就把我家当成了游乐园。妍妍，你家装修的可真不错啊！王翠和笑得合不拢嘴，房子这么大，你们一家4口住，也太浪费了。他话说的自然好像这房子早晚都是他的一样，说着他毫不客气地推门走进了我女儿的房间，目光立刻变了眼底，露出明晃晃的嫉妒，这俩小丫头竟然住这么大的房间，真是浪费。我不再拐弯抹角盯着他，冷声问：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儿？他白了我一眼，语气不满：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长辈，难道来你家还得预约？点家教都没有。接着他一屁股坐在我女儿的床上，神情带着一丝得意。我今天可是给你带来个好消息的，你也知道你哥生了3个儿子，你呢就生了俩。丫头，你说你这家没个男孩将来怎么行？我跟你舅舅还有你哥商量过了，咱们家互换一下，你把一个闺女给我们，我们把一个大外甥给你，你也能儿女双全，还能传宗接代，我们会好好养你女儿的。也不用你感恩戴德，每年给你哥5、6万抚养费就成。他说的那叫一个顺理成章，语气里尽是施舍与傲慢仿是佛我捡了天大的便宜，我气得想笑。这世上怎么会有脸皮这么厚、心眼这么坏的人？正准备把他赶出去，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碰撞声，伴随着孩子的尖叫和哭泣。妈妈妈妈！我脸色一变，慌忙冲出去，发现小女儿碎碎跌坐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她额头上的血正顺着脸颊流下来，鲜红刺目。我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什么都顾不上了，赶紧把碎碎抱起来往医院奔。而大女儿年年哭着跟在我后头。我和丈夫蒋荣义结婚6年，育有一对4岁的双胞胎女儿，年和岁岁，刚才那3个小混蛋王翠和的孙子全没跟过来。我在车上焦急地给蒋荣义打电话，叫他直接去医院等我们。一路上我一边安慰岁岁，一边问年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年年红着眼圈哽咽着说，3个哥哥抢玩具把年年的娃娃扯坏了，还用凳子砸碎岁岁最喜欢的小车。岁岁想阻止他们就把岁岁推倒，还像拍皮球一样猛拍他的头，结果撞在桌角上，流了好多血。这几个混世魔王从小就爱欺负别的孩子，早就不是第一次和年年岁岁闹矛盾，可这次竟然下手这么狠。我看着岁岁额头上那道狰狞的伤口，心像被撕成了碎片，气疼恨交织在心头，恨不得立刻去砸了王翠和他们家。以前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忍让，现在我绝不会再退让半步。到医院时，蒋荣义已经赶到，他看到岁岁的伤口，脸都白了，连忙抱着孩子冲进急诊，医生缝针上药，岁岁痛得在他怀里抽噎着睡着了。年年也吓坏了，我一边抱着他，一边轻声安慰蒋荣义，那个一向冷静沉稳的男人，在看到岁岁缝针时眼圈都红了。他反复安抚孩子，等岁岁稍微安稳下来，才压着怒火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来龙去脉都讲了，听完后他拳头攥得死紧，脸上满是怒意。你准备怎么办？我要告他们。我咬牙切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让孩子白白受伤。说着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蒋荣义叹了口气，搂住我，年年也贴着我，轻声说，妈妈别生气。我们一家4口紧紧抱在一起，彼此支撑。就在这时，我妈的电话来了。电话那头她劈头盖脸地说，妍妍，你今天怎么回事？你舅妈去你家一趟，你不招待就算了，还让岁岁把二娃的腿撞伤了，他拍照给我看了，都青了一大块。你怎么能这样一家人吗？我气得发抖。他倒是先告状了吗？我努力压着怒火打断他。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那3个孙子把岁岁的头撞得缝了6针，你知道流了多少血吗？岁岁才4岁，这疤可能一辈子都在脸上，要是再偏一点磕到眼睛，他可能就瞎了。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妈也吓到了，真的假的？岁岁没事吧？要不我去看看？不用了，你别来了。我冷冷地说，你转告王翠和这事儿我不会。就这
算了，爷爷，你别生气，小孩子之间磕磕碰碰很正常，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一家人就别闹得太难看了。我妈依旧在劝我，你到底是站谁那边的？我终于是啊，不住了怒吼出声，然后啪的挂断了电话。蒋荣义紧紧握住我的手，年年也抬头看着我，轻声说：“妈妈别生气。”我眼泪止也止不住，为什么我要遇上一家这样的人？他们欺负我也就算了，现在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我，再也不会忍下这口气。回到家，我发现家里一片狼藉，冰箱里的食物没了，孩子的零食，我化妆台上的化妆品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就连衣柜里的几件羊绒大衣也不见了。而王翠和临走前还记得把她带来的那箱方便面提走了。看着满屋的乱象，我深吸一口气，对蒋荣义说：“带孩子去婆婆家住几天。”从这一刻起，我不会再对那一家有一丝心软。接着，我强忍住心中的愤怒，冷静地拍了照取证，又赶到物业调取监控录像，画面里清清楚楚的显示是王翠带着她的孙子提着大包小包从我家离开。我立刻报警，告诉警察我家遭了贼，而且我知道是谁干的。正是王翠她带走的东西，价值早已足够立案。她被传唤到派出所，舅舅一家人也随即赶了过来，甚至连我妈也来了。她一见到我就急匆匆地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臂，一脸焦急地责问张岩：“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能报警抓你舅妈？”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我报的是小偷，如果他不是警察，怎么会抓他？话音未落，我妈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耳朵发嗡。她气急败坏地骂道：“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你是不是巴不得家里彻底乱了套？你到底有没有点羞耻心？我是家中毒。”女我妈年轻时一直想生个男孩，却多年未能如愿，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执念。她骨子里是个重男轻女到极致的人，而且极会隐忍外柔内刚，像个伏地魔。我妈家有3个孩子，她是老大二姨，早年嫁去了外地，最小的就是我舅舅。从小她就被灌输男丁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视作家中的顶梁柱，而作为姐姐的我妈自然就成了她无条件的后盾。她拼命给弟弟买房买车找媳妇儿，对他百依百顺，宠他宠得不讲道理，甚至连我表哥她都疼得像是亲儿子，甚至胜过我这个亲生女儿。舅舅没正经工作，是麻将，如命舅妈整日唠唠叨叨，什么活都不干。我妈却像救世主一般，不断掏钱接济他们一家，不仅自己搭钱，她还逼我也要出力，任由他们对我家提各种无理要求。我读中学那会，表哥也在读书，妈硬是让他搬来我们家住的是大卧室，而我只能蜷在小隔间吃饭时，只要有鸡有肉，永远是表哥先吃，买衣服也优先给他买。我只有有余才捞点边角料。表哥在家像个小霸王，我却成了他的小保姆。妈不在家时，我还得给他做饭，这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亲生的。那时的我不懂反抗，只知道听妈的话。她总说乖孩子要懂事要听话，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虽然委屈的要命，但我都默默忍了。直到有一天，爸爸从外地放假回家，看到我正给表哥洗衣服，而表哥却躺在沙发上吃零食，他当场黑了脸，和我妈大吵架，差点闹到离婚。自那以后，我妈才稍微收敛了一些。爸爸私下跟我说，你不是欠他们的，不需要委曲求全，做人得有底线，别总看别人脸色。从那之后，我才开始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大学毕业后，爸爸给我买了一套房，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他特意叮嘱我千万别让你妈知道，她分不清轻重，到时候就一家闹起来，说不定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可惜纸包不住火，我妈终究还是知道了。她转身就把这事告诉了舅舅一家。果不其然，那一家人立马坐不住了，气势汹汹地跑到我家，一进门就开口领表哥要结婚了。可家里实在买不起房，女方那边不同意结婚，没房子。我爸冷着脸问，那你们想怎么样借钱？就不满地嚷嚷，借什么钱？爷爷名下不是有套房，一个女孩早晚得嫁人，要房子有啥用？王翠也推了推表哥，不如把房子给玲，说不定她以后还孝顺你们。那我爸听得脸都红了，压住怒气，转头问我妈，我给爷爷买房的事儿是你告诉他们的？我妈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那有什么，都是一家人。我爸猛地一拍桌，子怒不可遏，谁跟你们是一家人？那是我给我女儿买的房子，你们谁都别想打主意。李东贵舅舅也怒了，站起来吼道，你较什么劲？就帮个小忙都不肯还。姐
夫呢，不就是个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留着房子有屁用。这一喊，场面顿时失控。李东贵他们动手打了我爸，我妈竟然还站在弟弟一边。最后我和爸都被打伤，住进了医院。我爸始终没有让步，坚持不让出房子。事后我爸跟我妈摊牌，你要是敢把那房子让给你弟一家，我们就离婚，我还要告李东贵。一伤人，我妈这才怂了，不再敢提分房的事。从那以后，爸妈开始分居，我跟着爸爸住。虽然他工作忙，常常出差，但他放心不下我一个人。我妈这时仿佛悟过来，哭着求我们说他错了以后一定改他。那时确实看起来很可怜。我和爸爸商量之后，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那场打人风波之后，舅舅一家也收敛了不少。毕业后我嫁给了蒋荣义，我们事业都还不错，几年打拼也攒下了一些积蓄，但好景不长，舅舅一家又开始作妖，不是来借钱就是带孩子上门蹭吃蹭喝，还让我给孩子买东西。舅妈王翠总爱炫耀她的3个孙子，嘴上说他们家香火旺是来给我们家带男丁。香火的最讽刺的是，我妈宁愿去帮表哥带，那3个孙子也不愿意搭理她亲外孙女一眼。每次我带点吃的喝的回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表哥家那3个儿子。我妈一遍遍的给我洗脑，说舅舅一家是为了我好，是我的亲人，绝对不会害我。他让我帮衬舅舅家，让我别昧了良心，可我早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摆布什么都听话的我了。几次不愉快之后，他们也不再轻易找我，而是先去找我妈，让她转达他们的意思。这种隔空传话的方式让我和妈妈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我怎么也没想到，为了他弟弟一家，妈竟然可以这样绝情地对我讲。容易看到我被打，连忙挡在我前面，紧张地摸了摸我的脸，小声问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眼睛死死盯着我。妈咬着牙说，你打吧，我就是没良心，可我今天要抓的人就是他。平时我已经够宽容了，你从我手里拿了钱给他们，我不计较，可现在他们竟然伤害了我女儿，我绝不会再忍气吞声。我已经收集好了证据，我会去法院起诉他，有本事就去法庭上讲清楚。我舅舅李东贵和表哥李天林口出秽言，一上来就想动手，被警察当场拦住。蒋荣义护着我那个一向温文尔雅的男人，脸上满是怒火。你孙子打伤了我女儿，缝了6针，你还偷我家的东西，现在还想打我老婆。我告诉你们休想再伤害我家任何一个人。王翠和立刻哭天抢地，我妈也跟着骂我不懂事，是个白眼狼。李东贵和李天林更是对我破口大骂，各种污言秽语，场面一度混乱。所幸警察很快控制了局面。做完笔录后，王翠和被临时拘留，我和蒋荣一起回了婆婆家。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见我满脸疲惫也没多问，只温柔的让我先去洗漱休息。她把蒋荣一留下，让他说明事情。经过我推开房门，看到2个熟睡的女儿，心里泛起深深的愧疚。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又怎会这么小就经历这些惊吓与委屈？蒋荣义抱着我躺下，轻声安慰我说他会处理好一切，让我别担心。我知道蒋荣义的处境也很为难，毕竟那边是我亲妈和后亲戚，但我真的很感激他。这么多年来，不管发生什么，他始终陪在我身边，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我握着他的手说，这件事我来处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一家还有更恶心的手段在等着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妈打电话给我，我没接她，却执拗的一遍遍拨打，见我始终不接她，干脆发来一段文字威胁张岩，你要是不来见我，就是不认我这个妈，不认舅舅，不认哥哥，就是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会遭报应？你要再这样，我就去死给你看。我看着这段话，只觉得满心疲惫。沉思片刻，我拨通了爸爸的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请他回来一趟。爸爸听完后气得直跺脚，急问碎碎伤得重不重，会不会留下后遗症？我一下子忍不住哭了出来，哽咽着把妈妈的话说了出来。爸爸长叹一声，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懊悔。妍妍，这些年是爸爸对不起你，要不是当初我离家去外地工作，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放心，爸爸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绝不让碎碎的伤白受。爸爸很快赶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我妈家。一进门，我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脸色冰冷，眼神像在看仇人。可当他看到爸爸出现时，脸上才闪过一丝慌乱和心虚。你怎么回来了？他问爸爸，接着扭头质问我，是
你给你爸告状了，张岩，你现在翅膀硬了，连你妈你舅舅都不放在眼里了，闭嘴！我爸怒斥你，还有脸说妍妍，这些年你那个弟弟一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再动我外孙女一下，我跟他们没完。你要是还拿这事威胁妍妍，我就跟你离婚。我妈一听离婚二字，立刻收了。生这些年，她之所以不愿离婚，是因为爸爸的工资不低，能给她一笔不小的生活费，不但她自己能花，还能贴补。她弟弟一家要是失去了这份收入，他们一家怕是都要过不下去了。妈，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我抬头看着他，他看着我，眼里仍有怒气。我继续问，是你把我们家的新地址透露给了王翠和吧？你也知道他们换孩子的事是吧？我妈斜了爸爸一眼，不服气地说，是我知道，但我那是为你好，你现在没有儿子怎么能行？你表哥家有3个男孩，换一个过来，你这们就儿女双全了，这种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再说了，要那么多闺女干嘛？还不如好好养个儿子。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爸爸厉声打断，闭嘴！我妈猛地住了口，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只觉得愤怒难平。这真的是我妈吗？为了李东贵一家，算计我不够，连我女儿都不放过。从今天起，我不会再任你摆布了，我直视他的眼睛，语气坚定，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一辈子都被他们拖下水。你要是再这样，我只能和你断绝母女关系。我妈一听，立刻哭了出来，站起来就要打我。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居然要跟我断绝关系，你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爸爸连忙拦住他，怒喝，妍妍，给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他的钱都被你拿去养你弟弟一家了，他不欠你们。可我妈还是不停地哭，她一直是这样，无论做了多少对不起我们的事，都能把自己装成受害者，一副可怜兮兮委屈巴巴的样子。爸爸最后下定决心说，以后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了，那些钱只够你自己生活。以下是您提供的中文简体原文的润色重写版本。遵循您的要求，保留原文长度，语言富有画面感，情绪饱满，节奏灵活，适当调整行文方式，使故事更具可读性，人物性别以校正，表达更加自然流畅。这些年家里的钱一直由爸爸掌管，若是落到妈妈手上，只怕她立马就会双手奉上，送给她那宝贝弟弟。即便是这样，爸爸给她的钱，她几乎也全数拿去接济，就自己手头却常年紧巴巴的，几乎没剩下什么。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年轻时也曾有过真感情。他这个人重情重义，又极具责任感。正因如此，这么多年来，哪怕妈妈做了许多伤人心的事，一点点消磨了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也从没真正丢下他不管。直到如今，他是真的寒了心，彻底死心了。一瞬间，妈妈的脸色如晴天霹雳，整个人呆若木鸡，不敢置信地望着我们。下一秒，他便嚎啕大哭，失控地冲过来要打我。我起身一闪，避开他，尖叫着：“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不！少女，你巴不得我死？你是想把这个家毁光是不是？”爸爸一把将他扯开，重重一个耳光甩在他脸上，那一巴掌打得他当场愣住，眼神空洞，嘴角颤抖。这个家要散全是因为你弟弟。爸爸的声音冰冷，你那么想帮他，就跟他一起过去吧。说完这句，他转身和我一起出门，背影疲惫而佝偻，像是瞬间苍老了好几岁。爸爸对不起您。我看着他心里发酸，他却低声向我道歉。这些年是爸爸对不起你，我早就知道你妈什么样，却没能早点阻止她，都是我的错。我轻轻摇头，我从未怪过他，至少他是疼我的，是把我放在心上的。爸爸说他今年就要退休了，到时候能常住家里帮我带孩子，也能守着妈妈，别再让他胡来。我难得与他一同吃了顿饭后，他犹豫着开口问我，你能不能考虑和王翠和和解？我的心立刻紧绷100个不愿意，我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否则下次他们还敢变本加厉。爸爸连忙解释，我不是叫你原谅他们，我是怕李东贵那家人再找你麻烦他，老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怕他们狗急跳墙，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我沉默良久，爸爸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李东贵年轻时就曾因斗殴打断了人一条腿，赔了不少钱才平息了风波。李天林也不是省油的灯，小时候是在学校勒索同学的钱，长大后那股狠劲也没改。但我不怕，他们哪怕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爸爸看出了我的决意，又劝道，你不怕他们，但他们若是对孩子
下手呢，我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他们感动年年和岁岁，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爸爸叹了口气，他们一家人不值得你搭上命矿，且王翠和即使被抓也关不说了多久，一出来肯定还会来找你报复。他说的对，李东贵一家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现在还赌不起，我必须等一个更好的机会才能一次性解决他们。我点头答应和解，但提出了条件，王翠和必须当面道歉，赔偿岁岁的医疗费，还要归还偷拿的东西，并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骚扰我们一家人。最终王翠和签了字，不仅要赔医药费，归还偷拿的财物，还在保证书里白纸黑字写明，不得再踏入我们家门半步。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对我而言是该讨回的公道，要他们把吞进嘴里的再吐出来，比杀了他们还难受。签字那一刻，王翠和恶狠狠盯着我，一脸不服气。而刚出门，李东贵和李天林就堵住我和蒋荣义的去路，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李东贵骂道，就拿了你点破玩意儿，你就翻脸不认人赔钱货，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仇人了，你给我等着。两人恶语相向，蒋荣义怒火中烧，刚要冲上去，我立刻握住了他的手，别动手，他们不配，更何况真要打了他们还不知又要被他们讹上多少钱。我冷冷看着他们，你们刚才说的我全录下来了，是再敢威胁我，我就起诉你们法院。见他们嘴上骂着却不敢再上前，我又补上一句，今后再敢骚扰我家人，我会直接报警。说罢，我和蒋荣义上车离开车上，他轻声安慰我，别想了，事已经过去了，他们以后不敢再来了。我摇了摇头，他们那种人贪得无厌，是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已经不再让妈妈管钱，他们从他那里也拿不到什么，肯定还会另想法子。果不其然，没过1个月，妈妈开始频繁打电话，我身体不太好，要去医院检查，要用钱，病好了还得买衣服去旅游，也得花钱。一听这话，我立刻警觉起来，他以前也这样骗过我。我问他你要多少，他犹豫了一下，先给我10万吧，随即又改口不10万，不够给15万吧。我没钱，你要是真生病了，把病历和医院账单拍给我，我看了再说。我挂断电话后，他一个电话接一个打来短信，更是铺天盖地，话里话外指责我没良心，冷血无情。我没有回应，干脆把他的联系方式拉黑。几天里，他终于安静了下来，但我心里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总觉得他们在酝酿着新的计划。果然那天我正准被出差，突然接到爸爸为我买的那套房子的物业电话，语气有些犹豫，您是不是最近和人结怨了？我心里一紧，怎么了？对方发来一段视频，我打开一看，只见房门被泼上了油漆和恶心的脏东西，门口被乱七八糟的涂鸦，连电梯间都被弄得一团糟，已经影响到其他住户。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挂了电后话心里已然明白，这事十有八九是李东贵他们干的。那天我又忍不住想起上次妈妈向我要钱的事，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直觉告诉我他一定还有更大的秘密隐瞒着我，而且极有可能和爸爸给我那套房子有关。为了弄清楚，我拨通了李东贵家隔壁那位姐姐的电话，她是我同学的亲姐姐，为人热情善良，从小我就觉得他是那种能托付心事的人。电话那头，他叹了口气，把知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原来我那个表哥李天林自从离婚后就沉迷上打牌，起初只是玩玩，可没多久就开始赌钱，家里本来就没什么积蓄，结果被他败得一干二净。他不但没有收手，反而愈发疯狂，到处借钱，借不到就去借。高利贷钱借来了却还不上，每天都有讨债的人登门，弄得整个家乌烟瘴气。现在他已经离家出走10几天了，连个影都找不到。我心里升起了不祥的预感，难不成他们竟然拿我的房子去抵债了？可房产证明明还在我手里啊！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其中一定是妈妈搞了什么手脚。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住心中的愤怒，随后打电话给物业说我要报警。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让警察介入调查。直到警方介入，我才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全貌。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唐。原来一开始李天林欠的钱其实还不算多，他就来找我妈要钱，我妈心软，把手里的积蓄全都给了他。没想到刚还完债没几天，李天林又纳不住去赌，这一次更离谱，居然欠下了10几万巨款，一家人自然是无力偿还。李天林天天在家哭穷发疯，我妈被逼得团团转。他知道我和爸爸都不肯再
给他钱，甚至都不愿再见他，一面他更害怕去找我爸会逼出离婚的下场，所以根本不敢提。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居然让妈妈把我原来那套房子拿去做了抵押。虽然房产证在我这里，但妈妈曾悄悄复印过一份，还有户口本。她就拿着这些资料对债主写了保证书，说半个月内一定能筹到钱，苦苦哀求他们宽限些日子。可笑的是李东贵他们哪来的钱？他们连住的房子都是我妈帮忙租的，这些年我妈的积蓄早就被榨干了。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还是登记在我爸名下的房子，卖不了，于是那些讨债的找不到李天林，就直接跑到我的房子前去闹事，想把他逼出来。结果李天林和我妈都被带去了派出所。我作为案件的受害人，平静地坐在桌子另一边，看着他那张苍老但顽固的脸。他张口的第一句话竟是责怪我：你怎么能报警呢？你这是想逼死你哥吗？说接着他又哀求我把房产证拿出来吧，把房子卖了还了这笔钱，玲玲才能有活路。我冷笑，你们背着我拿我的房子抵押，为什么我不能报警？你以为你们能一而再得逞，还想让我卖掉房子替他还钱，真是荒谬至极。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但这次我再也忍不了了。我站起身来，直视着他，毫无表情地说道：我上次就说过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既然你那么疼表哥，那就去他们家过日子吧。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妈见我态度坚决，顿时慌了又换上那副委曲求全的表情，站在道德制高点开始指责我：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妈说话？我养了你那么多年。可这一次我没再理他，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回家后，我让律师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今后我会依法履行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但除此之外，我不会再与他有任何联系。爸爸知道了这件事，带着些吃的来看望我和孩子。他抱着小女儿，碎碎眼圈都红了。对不起爸，我低着头，你就当我不笑吧，当我是个白眼狼。我真的没法再和他相处下去了。他长叹一口，是气苦笑着说，他也做了一个决定，和我妈离婚。他说这么多年你妈做的那些荒唐事，我也有责任。要是我一开始就对你妈对你舅舅一家强硬一点，也许是情不会走到这一步。是啊，那么多年我的委屈和挣扎全都源于他在我们和他弟弟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了他弟。既然你妈已经这样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这样吧。没多久他们俩就去领了离婚证。一开始我妈是坚决不同意的，哭闹不休。李东贵也跑来家里闹，说爸爸要离婚，房子必须留给我妈还，要给一大笔赡养费。可我爸没有让步，他说最多只给一笔钱。李东贵家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一听说有钱拿，那贪婪的神色怎么都藏不住，立刻劝我妈赶紧离婚，还说离了好啊，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的老头。我妈开始还犹豫不决，李东贵继续劝她，你还犹豫啥？玲玲现在还没出来，我们现在连顿饭都吃不起，你真忍心看几个孩子饿肚子？大娃他们可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呀。我妈听了心一横，为了弟弟一家终于签下了离婚协议，离婚证书到手。那一刻我爸望着他说，你对你弟一家比对你丈夫亲生闺女都好，现在你如愿了，我真想看看你们以后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别管我们。我妈冷着脸哼了一声。玲玲说她会养我，她眼神凌厉地盯着我和爸爸。东贵说的对，你们一家子都冷血，我不指望你们张严每个月必须按时给我抚养费，不然我就告他。说完他就和等着分钱的李东贵离开了爸爸，拍拍我的肩，我们默默回了家。不知怎么的，我心里竟轻松了许多，多年来压在我身上的那副沉重枷锁终于松动了。那年刚入冬，李东贵家的邻居姐姐又打电话给我，她说最近常听到李家争吵不断，大多时候是李天林在屋里吼骂，而挨骂的是我妈。她离婚后搬进了李东贵家洗衣做饭带孩子，任劳任怨，如今却成了他们一家子的保姆。以前他还能从我爸和我这里拿到钱，李东贵他们对他的态度还算客气。如今我每个月只固定给他一笔抚养费，怎么可能够养活那一大群吸血鬼？失去了提款机的作用，我妈在他们家也不过是个保姆罢了。我心里毫无波澜，这是他自己选的路。说不定连当保姆他都甘之如饴，而我因为终于摆脱了这一家人的搅扰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碎碎的额头上的伤疤也几乎痊愈了，只是还留着一道深
深的印记小姑娘爱美，有时会对着镜子看那道疤，好久看得我心里也跟着发疼。可穗穗却像个小大人似的安慰我妈妈，我不疼，有了这个疤，别人就不是会再把我和年年认错了。我亲了亲她粉嫩的脸蛋，心都要化了。我从未享受过母爱的滋味，所以我发誓要把我能给的最好的一切都给我的女儿。那天我下班去接年年和穗穗放学，在学校门口撞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妈李迎春。她穿着皱巴巴的旧外套，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憔悴，整个人好瘦。吴生气看到我来了，他眼睛亮了一下，走过来唤我。我没有理他，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怎么回事？你还跟你妈赌气呢？我往后退了一步，拉开距离。李女是你找我有什么事？他愣住了，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一时间有些恼羞成怒。你叫我什么？你真不认我这个妈了？我冷淡地说，有事就说，别浪费我的时间。他似乎还想教训我几句，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我想看看年年和穗穗，我摇头，没必要，你以前从未关心过他们，以后也不需要。他的声音提高了些，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不关心他们？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转身想走，却被他再次拦住。妍妍，借妈妈点钱吧，妈手里的钱都用光了，你表哥还没找到工作，家里快断粮了。他要钱要的一点都不含糊，离婚时我爸不是给了你10万块吗？怎么那么快就花完了？我冷冷地看着他，这个月的抚养费已经打到你卡上了，除此之外一分钱都没有。我清楚那些钱大概率早就被他们一家挥霍得一干二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你舅舅一家都快饿死了，你亲妈也快被饿死了，你住大房子，开好车，每个月赚那么多钱给我们一点，怎么了？又来了。我懒得再和他争辩，侧过身从他身边走过去。他跟在我身后，嘴里骂骂咧咧，你现在不孝顺，以后你女儿也不会孝顺你，你会有报应的。我回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也许是我那一眼太冰冷，李迎春一下子起身了，不敢再靠近我，丢下一句别再来烦我，然后转身去接孩子。等我再出来时，他已经不见了。几天后，李东贵和李天林竟然带着李迎春出现在我公司门口，他们威胁我给钱，否则就去公司闹事，让我名誉扫地，丢了工作。李天林双眼通红，语气恶毒，凭什么你过得那么好？你要是不出钱，我也不会让你好过。那你试试看。我毫不犹豫地报警，叫来保安把他们3人看住。他们不知道，我一看到他们就开始了手机录像，现在手里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威胁勒索我。警察来了，把3个人都带走，我也立刻通知了律师，直接提起诉讼，不打算和解。这一次他们终于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李天林因为是主持人被拘留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也不敢再来骚扰我。他们一家却在背后到处说我六亲不认，是个白眼狼，迟早遭报应。只是他们还没等到看到我的报应，自己倒先栽了。李天林想发财，被狐朋狗友忽悠着去投资做生意，还借了大笔钱投进去，谁知合伙人卷钱跑路，债还不上，他开始东躲西藏，最后竟持刀抢劫伤了人，被判了刑。李东贵和王翠和唯一的宝贝儿子进了监狱，2人气得把所有错都怪到李迎春头上，说他是扫把星，是个没用的男人。要不是他，李天林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邻居姐姐告诉我，李迎春现在日子过得很惨，每天带着3个小霸王似的孩子，还要伺候一家老小，整个人老得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了内心毫无波动，这是他自己选的，他那么怨以为弟弟一家子奉献，如今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妍妍出大事了。邻居姐姐忍不住八卦的兴奋给我打来电话，你知道吗？王翠和跟男人跑了。我一听也忍不住好奇，出什么事了？她不是最近迷上拍小视频吗？总说自己漂亮以后能靠带货红起来，赚几千万，结果钱没赚到，倒跟里面一个男的勾搭上了，天天叫人家大哥说那个男的能带他赚大钱，住豪宅，整个人都迷疯了。王翠和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走了之，丢下3个孙子和一个废物丈夫，那个家彻底塌了。可李东贵竟然还不想着出去赚钱，天天指使李迎春出去工作，他自己就靠我每个月给李迎春的抚养费过活。如今的李迎春在饭店里刷盘子，天还没亮就起，干到深夜，还要照顾孩子，见人就哭自己，命苦骂我和我丈夫是白眼狼，骂李东贵绝情，骂王翠和不要脸，却从不骂一句他最疼爱的弟。
我冷笑一声，李东贵可是他捧在手心的亲弟弟，他怎么舍得责怪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邻居姐姐啧两声，感慨你妈到这份上了还不知悔改。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他真的是活该。我挂断电话，心口一阵闷痛，披上外套出了门，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李迎春鬼鬼祟祟地站在那儿，这么久没见，他整个人像是被岁月刮了一遍头发，灰白眼神暗淡，瘦得像风一吹就倒，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妍妍，求求你帮帮妈妈吧。他一看见我就扑上来要抱我，眼泪夺眶而出。你舅舅你舅妈给妈妈点钱吧，他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啊，又是为了那一家子来伸手。我冷眼看了他一眼，说要钱可以，但你得答应我这辈子不再和李东贵一家人来往，不见不联络，更不能再给他们一分钱，你能做到吗？他一听急了，这怎么行？你舅舅要是没了我，他怎么活下去？你怎么这么狠心？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到现在他心里装的还是那个好弟弟。我和爸爸不过是他们家无底洞的钱包，是随叫随到的提款机罢了，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一字一句地说，语气坚定，以后别再来找我，我不欠你什么。你还记得你12岁那年带李天林出去吃饭，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给他补作业吗？那天煤气泄漏，我差点死在家里，你知道吗？冬天我来例假，肚子疼得直冒冷汗，还得给他洗脏衣服，你炖了汤却一口都没给我喝，全都端给了李天林。我这些年给了你至少20万块，可你全转手给了他们家。你要说赡养我会给，但那只是我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仅此而已。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揭开那些多年埋藏在心底的伤疤。我知道他不会感动，不会悔改，我只是想告诉他，我曾经多渴望你能爱我，疼我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了。李迎春愣愣地看着我，眼神变得复杂又陌生，嘴里嘟囔一句，你怎么这么记仇？以后我多疼你不行吗？真是小心眼儿。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那些行为在我心里留下多深的伤，他从未真正意识到我有多失望，多寒心。我不需要，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转身回了小区，身后传来他急切的喊声，他没有悔意，只是来要钱，只是为了继续供养那一窝吸血虫罢了。真是讽刺他，倒成了合格的血袋，没有我和爸爸的钱，他拿什么去养活那一家子鸡？生虫1年后，因为工作调动，我和蒋荣义搬去了另一个城市，爸爸也退休了，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但年年和岁岁2个孩子，特别懂事，爸爸疼他们如命，仿佛要把我从前没得到的爱全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我们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至于李迎春，我们早就断了联系，只听邻居大姐说她说在过得很不好，那个跟男人跑了被骗光了钱的王翠和也灰溜溜的回了家，一家人还是鸡飞狗跳，吵吵闹闹，一地鸡毛，但这些已经跟我们无关了。过去的阴影终于被我们彻底甩在身后，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很长。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也有共鸣，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每天都在这里陪伴你，一起成长，一起幸福，一起慢慢变老。下期我们不